程式设计。我们今天再讲一下费氏数列怎么做啊？费氏数列的一些东西。我们大概知道费氏数列就是由这个人提出来的啊 ，Fibonacci， 大概是公元1175年到1250年的意大利的人哈。他在他的一本书上，所谓的计算之书上面有提到一个兔子成长问题。那就所以从那个开始以后，我们就说它那个数列叫费氏数列，但是那个数列事实上在6世纪的时候，在印度其实就已经有了啦，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就是看是谁先发表，然后后来又有人新的一个发现。那费氏数列我们在这边我们是这样定的我们是从 F0 开始。F0、F1、F2、F3， 那我们第0项跟第1项都是设为1，都设为1那有不同的文献，它的定义方式稍微有点出入，有的 F0 是从0开始也稍微有点区别，有的费氏数列是从1开始，我们是从0开始，然后从2以后的项次呢，就是它前2项的和。那我们提到这个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定理？这个定理呢是说费氏数列其实有一个很干净的公式，就下面这个公式，是用这个公式呢，你其实也可以直接用这个公式去算，但是用这个公式去算就是你要用到浮点计算原则上我们今天讲是尽量不要用浮点计算好。还是就是照它的定义去算比较看看，顺便练一下我们程式设计的能力嘛。好，那一般来讲，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去探讨费氏数列啦？基本上也有人解释它是所谓大自然的规律。像我们如果说把前面的费氏数列前面的数据把它列出来，11、23、58、13、21、34、55，一直下去。像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画那个正方形，像这边长的1、这边2、3、5、8、13、21的边长，然后按照这边你画一个弧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鹦鹉螺，所以我们很多大自然的现象里面刚好都出现这个费氏数列，包括向日葵。这边你这里去数它真的是有34个，有人真这样去数这边就55个你刚刚好就对到我们费氏数列的这个34、55所以大自然的规律很奇特跟费氏数列有关联。那也有人说，老师，我们有什么找到4个叶子的叶片的幸运草？幸运草很稀少。它不在这费氏数列里面4没有出现在里面它很稀少。好，那我们这边简单实作一下所以这边我们就用这个简单把它做一下。这边的话，你原则上我们就拉函数的地方。函数的地方呢，你要传为值，所以用第2个区块。然后我这边呢，我就叫它 F 就好了，简单费氏数列 F 开头。那我要丢进一个参数，所以把它弄进来。参数名称我们给 n 好了因为我们前面都叫 n 所以就给 n。好，那原则上你写成递回呢？写成递回，它要有一个终止条件，它终止条件是 n 小于等于1，它的值是1所以呢，其他的情况你就是要传那前2个的和。所以我们这边我们设一个变数这里设一个变数，设就是它的答案那答案
我们答案当然是整数形态的啊。假设呢，它的答案叫做 x 啊，一开始呢，当然就不用设值嘛，我们只是宣告而已。好，然后呢，我们在逻辑的地方，我们就开始要逻辑判断了啊。所以我们逻辑判断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判断它的 n 是不是小于2。所以我们这边看一下哈，所以我们的逻辑判断这边拉这个啊，所以我们的丢进来的 n 这边丢进来的 n 如果是小于2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它的值我们就给它传1嘛。所以这里如果是小于2，所以我们的 x 就是1，所以我们的 x 就是1。好，其他的情况的话怎么样 ？x 呢就等于前2个的和所以这边我们就拉一个算数，算数的地方在这边和前面2个的和，前2项的和，前2项的和到哪里呢？到函数这边所以我们这个 f 不是在这里面的要弄到这个加号里面，弄到加号里面。好，我们弄2个，然后这边呢是 n 的话这边要改成 n 减1，所以里面又要再一个算数。减，这个有点麻烦的话，我们就把它把它 external input 好了，这样比较好看不然呢太长了所以这边你就丢 n 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就用 code 不然每次这样麻烦所以这是减1减2这个也有减2有啦。减1就再去改好，这样，然后我们要传的东西是什么？传回去的值是 x 嘛所以这边我们把这 n 改成 x 嘛，传回去的值就 x 所以我们产生的程式码在哪里？程式码就在这一段，我们只要要这一段就好了，要这一段就好了。然后再开我们 C 加加任何的编辑器放要放对地方，放要放在 main 的上面。好，所以这边呢，我们第17行，我们就 C out 我们看看我们 C out 的多少 F 几45好不好？45，我们看它会多久几秒钟少一个 n 的看一下那几秒钟我们等一下再加嘛跑让它跑这个好，现在我们加时间现在开始要加时间了，然后我们顺便因为已经拉过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些可以改的就改。来这边这个大括号省略，因为只有1行。如果1行的话，我本人更习惯就是写成这样，让它看起来更短。
这个就2行结束，不要那么多行，括弧也太多了，括弧可以去的就去掉，外层括弧不需要，这个里面代值这个层括弧也不需要，所以我们既然在一般的 C++ 编辑去编辑，养成习惯啊，好，所以这样就看起来更清爽。好，那我们现在要去量测它的时间。量测它的时间呢，我这里要引用的是大部分 C++ 的 compile 都有的，叫做 OpenMP 的 OpenMP 的一个函数所以这里标轴档是 OMP.H。好。在那个，因为它这个不在 C++ 里面，它是虽然它有在它的那个 compile 里面所以你这加了那个命名空间之后，好，我们在14行的地方取它的时间，当然它的时间取法呢 ，S 是等于 OMP 底线。跟时间有关 ，get 底线，然后是 W time 跟这个，最后这个，然后圆刮弧，我们为什么用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精准比较精准一点。一般的话，那个 C++ 的那个它的精准度只有到毫秒嘛，我们要再更准一点所以这里。我们要算它的时间，所以这个取时间，再减前面的 s， 这边就直接打秒 second。你看我们刚刚算这个要多久时间，你这样就可以很精确就知道啦，5秒多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刚刚那种做法它会很慢5秒多其实算很慢的我们只有算到第45项，它要花那么久的时间。它原因大概跟这个算法是有关跟它，因为它是递回的。比方说我们要算第6项，它就要去求前面2项的和，然后你递回去呼叫它，它又回去呼叫4，又回去呼叫3，又回去呼叫。所以呢，它整个的计算时间是包含这些呼叫的过程。它已经算过的东西，它还会再算。所以这样它会算很多次，变成呢重复计算，就是说所有这里的节点都会被计算到，包括呼叫，包括计算，所以它会慢。所以如果说你用计算复杂度的眼光来看，我们刚刚那样的计算时间是指数时间，指数时间是很慢的很慢的。好，所以45会算那么久，5秒多。好，所以我们当然要改善第一种改善，当然就是你再把那公式再看一看，递回公式呢改成回圈，用回圈去算，用回圈去算，那个当然就会变快。当然这个可能要花一点功夫但是其实也不难另外一种呢。其实是很多程式设计师常用的技巧。那用什么技巧呢？就是我有一个容器，我去储存它的当中的计算值。我只要每算一次，我就把那个值呢就写进去，写到阵列里面呢，或者是其他容器适当容器都可以。还没有计算呢，我再去呼叫。那一般来讲，这个是叫做有用到记忆的递回方式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那个
VC 上面，我们去做修改，好，我们就做一些修改，该改的还是要改啊。所以刚刚看好啊，我们刚刚时间是5.6秒啊，就是这么慢。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加东西嘛，加一个阵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阵列我们就给它弄全域的啊，所以弄到 main 的外面，不是弄到 main 的里面，就弄到 main 的外面。main 的外面呢，我们叫它，因为它是专门需要去记忆的，所以我们就叫它 FF。好，我们要算几项？我们是算到0到45项嘛，所以46个嘛，对不对？那我们多给一点，我们给100个好不好？因为等一下我们可能还要再改嘛。啊，100。好，那这里面呢，我们其实就可以去考虑啊，我们怎么去修改这个程式啊，递回的这个地方，我们去修改。好，我们怎么去修改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在第7行宣告这个阵列的同时呢，它的每个值呢，元素的每个值都是多少？阵列的预设值都是0。所以我只要去判断进入这个递回函数，我只要去判断我这个 ffn 是不是0。如果是0的话，我再做下面的计算。如果不是0的话，怎么办？就直接 return。哦，就是这样，它原理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判断它是不是0。假设它是0，是0，刚刚在圆刮弧里面啊，跑到外面就不对啦。所以这边我们就去弄一个区块。好，所以我们把刚刚的这些东西剪下来，然后再做适当的修改啊。好，剪下来做适当的修改。如果不是0，就 return ffn 嘛。好，所以就是这样啊。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所以呢，我这里要做什么呢？这边如果呢 n 小于2，所以 s 等于1，所以我就设我的 ffn s 改成 ffn 就好了。我的 x 也不要了，这个其实也不需要了。然后其他的情况呢，就是我的 ffn 是前2项的和。然后我这边就要 return 什么 ？return ffn。好，这样改写就好了。好，所以原来的 x 呢，你就改成 ffn。好，如果它还没有算，我们就算嘛，然后就存在里面啊，然后就这样。好，那我们这边后面呼叫下面主程式呼叫的地方都不用修改嘛，然后我们的值音都是正确嘛，我们 run 编译执行一下，你看比较一下那个时间嘛，好，看一下，时间多少啊？时间多少啊？